那一夜后，我竟然和一个大我8岁的男人带球闪婚了。谁能想到，我和宋锦荣的相遇，是一场醉酒后的阴差阳错。对不起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我要报警！报警对彼此都没好处，我会负责，条件你提。干出这种事情，你以后怎么办？你想气死我们？姐姐。大姑来了，这人是你堂妹甜心托人给找的，在单位上班，条件挺好的，就是年纪大了几岁。大姐，这男的大几岁不算什么事情。妈，我现在还不想找。不想找？你下面还有2个妹妹，将来要是你嫁得好了，还能帮你爸妈减轻负担。是，条件这么好，我会让慧慧去的。大姐，你慢点儿。慧慧，这次可得抓住机会，要是能成的话，以后妹妹也能跟着沾光。妈，我真的不想见。你先见见行吗？这人家条件这么好，这说不定还看不上你呢。那人怎么先派他老爸来啊？这是要先考察我一番。你就是于小姐吧？是的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没迟到吧？没有，是我来早了。您儿子没和您一起来吗？你问我儿子啊？我那小儿子今年才9岁，我带他来干嘛？啊？那跟我家差不多，我妹妹上5年级。哦，于小姐还有这么小的妹妹啊？于小姐喜欢吃什么？随便点。我什么都行。那好，我来点。清蒸油水东星斑，松露奶芥银许鱼，清炖蟹粉狮子头，琥珀黄酒富贵虾，再来一个腐皮油冬菜。于小姐看着年龄不大，敢问芳龄？我虚岁23，我估计相亲男也就比我大几岁。他爸保养的还算不错。叔叔，我想知道您大儿子为什么没一起来？我相亲还要带儿子吗？你是不是想先看看我儿子才能决定？你放心，要是我们成了，儿子可以放在我妈那儿带，不会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搞了半天，他不是来替儿子考察我的，他是相亲男本人。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什么搞错了？我今年38，离异，有一个儿子，想找个年轻漂亮的。我不要求学历和工作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离异带娃，整整大了我15岁，还这么显老，我绝对是被堂妹耍了，她就是想看我笑话。大姑，我好歹也是您亲侄女，您怎么能……对不起，我们不合适。你刚才说搞错了，这会儿又说不合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菜都点好了。不管成不成，就当陪我吃个饭。算了，不行就 AA， 我不想欠谁的。再来瓶红酒，就拿你们店里最好的。我们店里有进口葡萄酒，2800一瓶，您看需不需要？好，就来这瓶。来吧，于小姐，尝一尝。我们2人的事儿，你要是同意，我就去结了这顿饭钱；你要是不同意，那麻烦你把账结了，害我白跑一趟。我不想跟着奇葩理论，为了能理直气壮回去找大姑和堂妹理论，我只能咬牙吃了这个亏。小姐您好，总共消费3600元。什么？这么多？欢迎光临。他不就是给我名片的那个人吗？我跟那边那位先生说好了，我们 AA， 我只付我的那一半，另一半你们找他要。哼，于小姐还真有你的！告诉你，错过我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要不是听说你年纪小，我根本就不会出来见。就我这条件，想找年轻漂亮的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我主要是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，才赏这个脸给你。你要是识好歹，就不该拒绝我。滚吧！你说什么？你要是反悔了，就去找介绍人。
听说是你家什么亲戚，到时我还会卖这个面子给你。老爷爷，慢点走，毕竟上了年纪。慧慧，见了吗？是不是挺好的？妈，我们以后能不能跟小叔和大姑断绝来往啊？怎么了，慧慧？是人家没看上你吗？那你再争取争取。妈，等我回去再说吧。我倒想问问甜心她安的什么心？怎么了？是那人不好吗？那男的都38了，还离婚带个儿子，难道大姑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大了这么多啊？那你问工作了吗？是不是房管局的？妈，这重要吗？现在是我被骗了，还问工作干嘛？您觉得合适吗？慧慧啊，除了年龄大点，其他看着还行嘛。妈，毕竟人家是……难道我嫁不出去了吗？您怎么能这样呢？凭什么给我介绍这样的男人？这不是侮辱人吗？堂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吗？就是这个。他说有什么条件让我尽管提，他来负责，不是吗？是他吗？是他吧？你是宋锦荣吗？你什么事儿？我叫于慧慧，找你有事。我现在没时间。什么人啊？这是不想认账的意思吗？你好，请问是你找宋总吗？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，我是宋总的助理。这种事怎么说啊？我能说是来给他负责的吗？那我过几天再联系他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我真是疯了，居然拿着名片去找人负责。可是想起甜心用老男人来羞辱我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可怜我大半生都被小叔压着，就因为没儿子，总觉得低人一等。我一定要为父母争口气，我一定要狠狠打他们的脸。是，大姐，慧慧不懂事儿，我替她给甜心赔个不是。大姑，那男的大了我整整15岁，二婚还带个儿子，这些你知道吗？二婚怎么了？人家那可是铁饭碗，快晋升了。要不是甜心给你介绍，你以为你能找这么好的人？既然条件这么好，甜心为什么不留着？她就是想看我笑话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找了个男朋友吗？风水轮流转。哟，我倒要看看风水怎么轮流转，本事不大，脾气倒不小。大姐，你爸，您为什么要这样？您巴结了这么多年有用吗？还不是让人看不起。你小孩懂什么？我巴结你大姑，还不是想给你们谋个好前程？说我姑有用吗？还不是被拒绝了。大姑父和甜心都在好单位，可大姑买过我推销的房子吗？她不仅没买，还把我教育了一顿。行，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去拼，也省得我舍着老脸去求人。够了，老大，我听说甜心给慧慧介绍个对象，被慧慧给拒了。介绍的事没成，我打算忙完这阵子去老二家解释一下，顺便感谢。要去感谢就不能嘴上说说，你们家请桌酒，把老二一家都请来，赔礼道歉。奶奶，小叔是怎么跟您说的？是想让我爸大摆宴席感谢他们一家吗？难道不应该感谢吗？你妹好心给你介绍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，还不知好歹把人家给拒绝了，弄得你堂妹都没面子了。从小到大，奶奶的心就偏到后脊梁骨了，好东西全留给小叔家的堂弟堂妹，还骂我们是赔钱货。现在甜心找了有钱男友，她更是把甜心捧上天。堂妹明明没安好心，凭什么要我们摆酒感谢？我今天非要问个清楚。哟，这不是慧慧吗？你不是上门来推销房子的吧？小沈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感谢堂妹给我介绍对象的，可惜人家条件太好，我配不上。这事儿我正怪甜心呢，吃饱了撑的，介绍完这个对象，谁感激他了？怎么是你自己来的？想感谢让你爸妈亲自来，难道你家没人了吗？我爸妈没时间，我来也一样。架子拉得倒挺大，难怪你大姑说你们一家子都不会做人。是我们是不会做人，
所以我来看看你们是怎么做人的。哟，堂姐来了，人家那么好的条件，你怎么就拒绝了呢？人家说了，看着跟你挺般配的。甜心，既然对方条件那么好，你怎么不留给你自己？我看你跟那人也挺般配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别不识好歹，就你家那条件，给你找个二婚的，你爸妈都该高兴。能不能找到好的用得着你替我难过？现实不就是有人走了一次运吗？行了，别在我这里撒野，没教养的东西！我没教养，你就有教养吗？你对我爸尊重过吗？好你个贱丫头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面前放肆？我看你就是欠管教！于慧慧，立刻给我爸道歉！是你先推我的！好你个于慧慧，你还敢还手！你们一家打我一个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要不是看在你爸妈的面子上，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们给我记住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这一巴掌！慧慧，这是怎么了？哥，嫂子，这丫头没大没小，竟然跑到我家里来撒野！你是当叔的，教训她也是应该的。这丫头做事冲动，你们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爸，也对，你们家慧慧那是要找有钱人当阔太太的，看不上人家也正常。他小婶儿，你别生气，是慧慧不懂事儿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就等着吃你家这位阔太太的喜糖了。听你大姐说，甜心的婚礼就定在下个月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哎，真是什么好事儿都让他们家摊上了。听说给了50万的彩礼。50万的彩礼，就让他们一家尾巴翘到了天上。我爸妈这辈子都被他们踩在脚底，就因为没钱没儿子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一定要变强，我必须找个靠山。那个好像没来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一直很准的，从来没有推迟过。完了，不会吧？都超了快2周了，我还没结婚啊，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所谓的男朋友早就劈腿了。如果是恋爱期间怀孕了，顶多也就是像甜心那样早点结婚。可我这算什么？要不要打给他？本来那天过后，我以为他会主动联系我，毕竟他确实冒犯了我。虽然我现在已经没证据了，可现在这种情况，只能找他了。那天在包厢门口，他就像在看一个找上门的麻烦。沟通了怎么说？说我怀孕了，还是先约他出来谈一谈。他要是不认账怎么办？没发生的事，怎么知道会是什么结果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？没错啊，怎么会关机呢？完了，不会被骗了吧？再试一次。你好，我是于慧慧，找你有事。谁？于慧慧，就是1个多月前。什么事儿？我在开会。那等你开完会我再打。居然通了，我还以为被骗了呢。你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你能出来一趟吗？电话里说不清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好。什么情况？这就答应了？这么爽快吗？我还以为他会耍赖不认账呢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！一想到自己跟他做过那种事，于小姐，是他，真的是他！于小姐，
宋总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你约我出来，就为了说对不起？我好像怀孕了。你去过医院了？没有，我不敢去。但是我那个从15岁到现在从来没推迟过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什么人啊，亏我还觉得他是正人君子。是应该让我知道。现在我知道了。说吧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我想让想我娶你是吧？我还没说呢，他怎么就知道了？行，我考虑一下。这也太干脆了吧，我还以为他会嘲讽我。我只是说考虑一下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有吗？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领证结婚，没有感情，婚姻不能保证长久，更不能保证质量，也许最后会以离婚收场；二，我现在就给你写一张200万的支票，以后互不打扰。200万，这么多！有了这200万，我何愁不能跟小叔一家抗衡？何愁改变不了我家的现状？可是怎么那么想选一呢？快点，我赶时间。等一下，我选。等一下，我想选，我选一。这可是一辈子的事。想好了，大不了就离婚呗，这世上离婚的多的是，就算正常恋爱结婚也有可能会离，怕什么？好，我会再联系你。少爷，房子已经按您的吩咐买好了，手续都在我这边，您看您什么时候需要？谢谢。没找错人吧？没有，我是按您说的去找。对方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，叫于慧慧，短头发，不会错的。那就好。于慧慧，我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荒唐的一次。那天被人暗算中了药，竟然和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孩。对了，这件事查的怎么样了？查了，没头绪。当事人都混杂，几个人也都是您身边的朋友，应该没这种嫌疑。我知道。慧慧，起床啦！今天陪你爸去医院拆线。第3天了，还是没电话，不会又被骗了吧？知道了吗？我陪我爸去。行，那你去吧，我还要送你妹妹上学，顺便还要去拿点手工活干。慧慧有工作，别耽误她上班，我自己打车过去就行。谁让他是老大呢？你不是还想把他留在家里招女婿吗？宋太太，照目前看没有复发的迹象，放平心态。好，谢谢你，医生。伯母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妈，您没事吧？锦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。婉晴一听说我不舒服，就非要陪我来医院。谢谢。锦荣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关心大伯母是应该的。妈，没事就好。下次再有什么事您直接打我电话，我会派人来陪你。妈，我还有事儿，照顾好自己。他刚刚怎么在这里？不会是想来流产的吧？宋总，您说的那位于小姐，我去查了。她看的是什么科？那位小姐是陪爸爸看病的，不是她本人看病。他爸爸得了什么病？胆结石，动了手术，今天去拆线。我宋锦荣，什么时候有时间面谈？我直接一点。我什么时间都行。那好，明天中午12点，上次见面的地方。
你好，胡先生。请坐。胡先生，这是您和您妻子之前看上的那一套朝南的，您看还有什么问题？要是没问的话，于小姐，先别急嘛，要不先喝杯咖啡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胡先生，要是您还没想好，我们可以下次再约。于小姐，要是没想好，我也就不约你出来了。房子嘛，我肯定会买的，但是……胡先生，如果您对房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……于小姐，我听说你们销售要是开不了单的话，可是要被开除的。要是再多一笔投诉的话呀，现在的工作可不好找啊。请你马上离开。哎，管你！啊！哎，疼！哎，疼！你可以投诉他，但你刚才说的话全都录下来了。于小姐，房子的事下次再谈。好的，先生，再见。你什么时候录的？没录，你看不出来那人不是诚意要买房吗？不会吧，之前夫妻俩都已经看好房子了，就差签合同了。你不适合做销售，还是换份工作吧。唉，能找什么工作呢？到哪儿还不是给人打工？好工作都有门槛，我又没工作经验。那天我说的，你都考虑清楚了？考虑清楚了。什么时候去领证？证件带了吗？带了，光有身份证行吗？那就今天吧，我没打算办婚礼，想好了现在就去。去哪儿？这么快吗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要不要挑个黄道吉日啊？我还要打电话请假。还有。去趟民政局。啊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不反悔，大点就大点，10岁之内能接受。谢谢。完了，那个好像来了。怎么了？对了，我等会儿要回家，你呢？回公司。小心！谢谢，你先走。要不要送你？不用，我家远，怕耽误你工作。那好，我走了。是叫什么？领的是结婚证，又不是驾驶证，他怎么跟陌生人一样？反正我没说让他娶我，是他自己误会了，能怪我？锦荣，公司最近怎么样？还好。大哥，让婉晴去帮锦荣吧，毕竟是一家人。婉晴在你那儿做的不开心吗？不是的，包伯母，我只是想回来帮锦荣哥。不用，我不需要人帮。怎么就领证了呢？姐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你洗手了吗？就吃。慧慧，你不会是又失业了吧？不是，有事请假回来的。我托你刘阿姨的事儿，人家今天回话了，给介绍的这个今年28，在厂里搞技术的，1个月1万把块，我觉得还行。
妈，你跟爸爸不是说要把我姐留在家吗？你小孩子懂什么？你姐要是能找到好的，不是更好吗？等建成了，甜心结婚时正好带你一块儿过去，也让他们看看。妈，我其实……姐，你不会是偷偷跟人领证了吧？别瞎说，你姐是那样的人吗？没经过我们同意，她有那个胆子吗？我就随便说说，又不是真的。程宇飞是我朋友，当初一个叫李正的男人追我，确定关系后，我请他吃饭帮我参谋，谁知这一参谋，俩人就好上了。事后程宇飞不断跟我解释，说李正一直把我当普通朋友，是我自己误会了。误会？那些暧昧短信我还留着呢。其实他要是瞧得起我这个朋友，也不会抢我男朋友了。喂，你说真的？跟谁？你什么时候又谈的男朋友？我们没怎么谈就领证了。那你是闪婚啊？那男的做什么的？帅不帅？挺帅的，就普通上班的吧。挺帅的。慧慧，你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？要是有那么帅的男人骗到我头上，我也认了。完了，这家伙肯定被骗了，估计他父母都还不知道。于慧慧跟人闪婚了，不过我怀疑她被人骗了。就他？骗财估计他没有，骗色他有吗？我跟慧慧总归是朋友，要是她这次真能找到好的，我也祝福她。我也祝福他，不过他家那样的条件，想找多好的估计很难，不是骗子就算万幸了。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家庭情况是怎样的？现在才想起问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晚是晚了点儿，但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强吧。明天带你来我家了解。明天带你来我家了解。我能不去吗？早晚要见的。少爷早。锦荣哥，早上好。今天晚上我会带个人回来吃饭。锦荣是什么人啊？来了就知道了。大嫂，锦荣谈女朋友了吗？没听说啊。是没交女朋友啊？难道是诗琳回来了？会不会是冷小姐？是吗？没听说诗琳回国啊，要不我等会儿打电话问问。现在就打吧，要真是冷小姐，我们得提前准备。诗琳啊，欢迎你来玩。好好，阿姨等你来。是诗琳回来了，我说锦荣怎么突然说要带人来呢？这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啊。下班我过去接你。真的要去吗？你说呢？
宋总，是这里吗？近视，不过度数不高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近视的问题。哦，知道。去你家对吧？我已经在路边等你了，没看到你车啊。你回头看右边，黑色的车正闪着灯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你左右不分吗？是右。不好意思，没看到，这也不是你的车，难怪我没看见。你认车不认人是吧？上车。对了，我穿这样行吗？现在去买。去商场。好的，宋总。现在坦白，肯定会被踹下车吧？去吧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不陪我去吗？我不喜欢逛街，花多少钱回来找我报销。小姐，请问您穿什么尺码？这个，麻烦帮我拿 S 码。慧慧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这里买衣服啊。你来这里买衣服？是啊，你呢？我随便逛逛。你老公没和你一起来吗？改天也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小姐，您试试 S 码，就这一件了。好的，我试一下。他是发财了还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居然敢跑这里来买衣服。你看到他买了吗？试穿谁不会？你也可以试啊。也对，太适合您了，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的。5位数，太贵了。这些都要的话，一共多少钱？8万5。哦，那我要了。就这样穿着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再看看其他的。要不我还是先换下来吧。我帮您装起来吧。慧慧，我觉得你穿挺合适的，拿着吧，又不贵。好，装吧。我现在骑虎难下，我知道程宇飞想看我的笑话，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你能帮我买单吗？我钱不够。8万。慧慧，你要是钱不够，我可以借点给你，别让人家等着了。小姐，这些东西您全要的对吧？都给您装好了。是的，都要。慧慧，需不需要我们借钱给你付账啊？大家都是朋友，无所谓什么时候还。不用，这个一天发10几条短信追我的男人，后来居然矢口否认，真恨不能上去扇程宇飞一巴掌，再把这劈腿男踹一脚。哎呀，慧慧，你就别逞强了，衣服人家都装好了，再掏出来也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这钱让我男朋友先帮你出了，下次可别走错地方了。行了，我来付吧。你呀，出门带点脑子，这次就让李正帮你付了，记得要还，下不为例。这是宋总给你的，没设密码。宋总说让你把想买的东西都买齐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刷这个。至尊卡，能在我们银行拥有这张卡的人，身家都在千万级别。他怎么会有这张卡？要是能拉住这层关系，我也就能升职加薪了。慧慧，还有事吗？我赶时间。你们慢慢逛，我先走了。
慧慧，刚才那人不会就是你闪婚的老公吧？怎么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？不是，幸好不是，他是我老公的司机。他买什么了？需要这么长时间？长得不算多好看，很普通，但五官不差，眼睛很亮，圆脸。现在打扮一下，这娇憨的模样倒也有可取之处。这个还给你，谢谢你帮我付钱。这个你拿着吧。这算是彩礼吗？你想要彩礼？哪个女孩不想要彩礼？那你想要多少？你能给多少？你要多少？开个数。下车。等一下，我腿好像抽筋了。你这个抽筋要什么时候弄好？你之前也没跟我说你家这么厉害啊，我没心理准备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来了吗？了解一下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只是个普通女孩，是一对普通夫妻生的普通孩子。知道了。再等一下，我上的不是985，也不是211，我家住郊区，以前是农村，而且我……现在说这些晚了。别怕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管他呢，冲就是。怎么了？我家没地雷，你别跟扫雷似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车里的礼物没拿进来。算了，我家不缺那些东西。锦荣，你看谁来了？锦荣，欢迎回来。妈，这是于慧慧，我说要带来的人。阿姨好，大家好。过来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没人理我啊？这是我妈，我爸不在家。这是小婶儿，堂妹。你先坐一会儿。锦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事先也没说一声？早上不是说过吗？你跟我到房里来一趟。你怎么能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呢？这也太尴尬了吧！小姐，你哪位啊？我不敢承认身份，他也没说，应该是不想让人知道。这个婚是我骗来的，我不敢行使结婚证的权利。我荣耀回国，他这2年一直单身，一定是在等我。这女孩长相一般，气质根本驾驭不了那件衣服，不足为惧。于小姐是吧？请坐。不知于小姐跟锦荣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要不等会儿您还是问他吧，这样准确率也高一点。你是不是锦荣哥的追求者？追到家里来了？于小姐是吧？请问你跟锦荣是情侣关系吗？不是，本来就不是。从法律角度来讲，我们是夫妻。你们这是把我当情敌了，恨不能向我投炸弹啊！锦荣，外面那女孩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管那女孩是谁，现在诗玲回来了。妈，她回来又怎么样？难道这2年你不是在等诗玲吗？现在她回来了，两家不日会重提联姻的事？已经不可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装可怜、装无辜、装傻。锦荣哥，你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吗？她是谁？为什么会来我们家？锦荣哥，你问她是谁，她自然有她的身份。我能不能不在你家吃饭啊？我想回去了。不行，这些都是你应该面对的。难道这就是跟他领证要付出的代价？他居然一点都不照顾我的感受。他心里还有我，只是在生我的气，不然怎么会随便找个女孩来气我？当初我夫妻出国，他不也是一言不发吗？以前我来做客，那
那个位子可是我的。我还是走吧，改天再来看您。诗玲啊，怎么能不吃饭就走呢？阿姨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诗玲姐，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吧。是啊，诗琳，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。那谢谢两位阿姨了，下次吧，下次我再来做客。你又不是外人，还跟阿姨客气什么？用完饭再走。阿姨，我既然来了，那就吃完饭再走吧。没你的事儿，谁让你动的？哦，知道了。诗玲啊，阿姨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些菜，尝尝看，还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阿姨。锦荣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，还记得你说结婚后只让我学这一道菜。是啊，锦荣从小就爱吃这个，吃不够。快戳到我了。不用，谢谢。你离得远，我来。人家给你夹的，吃吧。我是让你接过去自己吃掉。这女孩太优秀了，婉晴的胜算不大。阿姨，我给您留了几张演奏会的门票，到时您和婉晴妹妹一起去。好啊，到时我跟婉晴一定去。正好落个清静，省得提心吊胆。于小姐喜欢吃什么，多吃点儿。好的，阿姨，这些菜都好吃。于小姐今年多大了？看着年龄不大，是做什么工作的？阿姨，我今年23，是做地产销售的。23啊，看着挺小的。卖房子的，不知于小姐上的是哪所大学啊？普通院校，没什么名气的，说出来你可能都没听过。也就是说，于小姐不是一本毕业。于小姐跟锦荣是怎么认识的？你们的工作好像也没什么交集吧？总不能说是一夜情认识的吧？意外邂逅。对了，锦荣，你公司最近有什么投资项目？没有。于小姐父母是做哪一行的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家有爸爸妈妈，还有2个妹妹。我爸是普通工人，我妈全职在家照顾妹妹。你妹妹多大了，还需要人全职照顾？我妹妹今年11岁，是双胞胎，还在上小学。你还有这么小的妹妹啊？那你爸妈生你妹妹的时候年龄应该很大了吧？没有很大，还不到40岁。看来你爸妈还挺响应国家号召的嘛。那他们有没有计划生3胎啊？也许有吧，不可以吗？你们那边是不是都重男轻女啊？非生了男孩才罢休。重男轻女分人，不分区域。那里。要不要去我房里坐坐？好啊。锦荣，你不打算送我吗？好，送你。阿姨，我回去了，改天再来看您。好的，诗琳，等演奏会那天，阿姨一定去。什么人啊？他让你送你就送啊？我还在这里。看不到客人要走了吗？我也要送吗？你说呢？你坐后面吧。你不一起走吗？对对。那不是你的位子。冷小姐，还是你坐后面吧。请吧，冷小姐。孺子可教，还没奔到家。锦荣，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。你应该明白。我不明白。直截了当的说，我结婚了。结婚？我不信。锦荣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气我当时为了理想而离开你，对吗？难怪当时我都没提要求，他就自投罗网了。
我现在是替身还是挡箭牌？过去的我都忘了。我不信！你说你结婚，为什么没人知道？才领的证也就2天时间，谁知道啊？你说你结婚了，跟谁？难道我是死人吗？还是你眼瞎？这么明晃晃的大活人坐在这里，你还问是谁？跟谁不重要。怎么不重要？你告诉我是谁，不然我不会信的。就连阿姨都不知道的事，我凭什么要相信？锦荣，我离开的这几年，无时无刻不在想。你等会儿是回家还是跟我回去？我当然是回家了。回哪个家？当然是回我自己的家了。你到了。锦荣，要不要来我家里坐坐？我爸妈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。不用了，有时间再说吧。锦荣，我是为你回来的，我还爱着你。我说了，我结婚了，欢迎回国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。如果不是你接连不断的电话，我也许还没下那个结婚的决定。他明明就是想气我，心里肯定还有我，不然这几年也不会一直单着。好了，你进去吧，我回去了。这个时候就看出我的重要性了吧？是不是该我出场了？于慧慧，下去推开那女的，宣誓主权，推开她名正言顺。你们继续，我只是下来透透气。回去吧。季柔，这位于小姐是你朋友吗？她就是跟我领证的人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不是我，也不可能是她吧？就算不是她，也会是别人。季柔，你是骗我的，对吗？是真的，没有骗你。锦荣，你别走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看来我还是坐公交回家吧。你就不会打车吗？动不动就坐公交，你是多没钱？打车多贵，我有点舍不得，这个月还没发工资呢。他怎么就这么走了？我以为要抱到天亮呢。不好意思，大概可能是我破坏了你的好事儿，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回去的。去哪里？回家啊，难不成还真要去你家？我可不敢。要不要去我家里坐坐啊？我爸妈好久都没看到你了。哎，你来真的？不会吧？我还没跟我爸妈说这件事呢。我知道，我也没说要去。那你下车干嘛？这里有公厕吗？方便一下。你家实在是太远了。这里可没公厕，要不你还是去市里吧。等不及了。你不会是肾虚吧？什么虚？快说，哪里可以解决一下？要不你随便解决一下好了。你不是小便吗？应该很快吧？哎，要不要我帮你看着人？你这么大声是怕别人不知道是吧？怎么了？不急啦？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这就走了，什么都没交代，下次什么时候见好歹说一声啊！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小雨他们都睡了。睡了？你去哪儿了？刚想给你打电话的。现在正是坦白的好时候。爸妈，我们那一起干活的周师傅还说要给你介绍他外甥呢。老妈呀，你这是撒了多大的网啊！我也想通了，慧慧又没多大，等2年找也一样。我本来也没急的，这不甜心下个月结婚吗？我急啊！要不还是先等几天再说。我没怀孕这事该怎么破法呢？万一他一气之下会正，我秒变2婚，不是更难看吗？妈，我有点饿了。你不是整天嚷着减肥吗？忍着吧，一会儿好睡觉了。怎么了？妈，您怎么了？我一闻到你泡的那个面味儿，有点犯恶心。恶心什么呀？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，别回头耽误出大病。人都是命，要真是什么大病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妈，您别自己吓自己，我有陈你去看。你哪来的时间？你不上班了？我打算辞职了，我确实不适合做销售。行，哪天都可以。妈，一定要去医院，不然我们都不放心。老实人不能做亏心事，要不然会一直不安。啊！千万别看到，千万别看到！喂，哪位？慧慧，是我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没必要道歉，也不是你的错，只能说人都是现实的。过去的事我不想提了，你有事吗？慧慧，方便见一面吗？就在之前接你下班的路口。不方便，这都3天了，宋锦龙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也没联系我，难道结婚证是假的？什么人啊？都领证了，怎么感觉这个证不具任何法律效益啊？
大伯母，您跟我妈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照顾锦英哥。还是我留下来吧。大伯母，您身体不好，怎么能照顾病呢？还是让我来吧。是啊，大嫂，还是让婉晴留下来吧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你要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。爸，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不能因为工作把自己累垮了。对了，锦荣，我听说诗宁来过家里了。今天诗宁的爸爸还找我谈了你们两人的事。爸，我跟诗宁已经不可能了，我的事他没跟你们说吗？什么事儿？没说啊。你跟诗宁要不是他出国，这会儿我恐怕都抱上孙子了。冷诗宁不仅不相信我结婚了，还想通过父母来撮合。对了，听你妈说你带了个女孩回来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我正要跟您和妈说这件事儿，那女孩……大伯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边有我呢，您放心好了，我会照顾好锦荣哥的。谢谢你了，婉晴。爸，您回去吧，跟妈说，我这里不需要人照顾。锦荣，你生病了，身边怎么能没人照顾呢？这里有医生护士，我不需要家里人照顾。走吧，婉晴，跟大伯一起回去。他不让人照顾，就随他吧。刚醒，说明那条撤回的短信他没看到。你在哪家医院？要不要我去照顾你？你想来吗？当然了，我们可是……那你来吧。慧慧，这么晚了你去哪儿？妈，我出去一下，一个同事病了，现在医院，问我能不能去照顾他，他在这边没家人。那去吧。男同事还是女同事啊？严不严重？当然是女同事了，要是男同事的话，人家也不会让我去照顾啊。也对，天黑了，打车小心点。知道了吧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会生病呢？你后悔了？当然没有，谁后悔了？谁后悔谁是小狗。那你呢？后悔了吗？我娶她，一是想负责，二是不想再被冷世云纠缠。从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给自己说，就她吧。宋锦荣，我想跟你说件事，其实我没怀孕。我不是故意想骗你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你说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已经这样了。你要是离婚的话，我就是二婚了。再说，整件事本来就是你不对，我当时也没说让你娶我，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，我只不过就是同意罢了。你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其实那个1秒撤回的短信我看到了。是，本来这件事错在我，我有责任。算了，这事我也不想计较了。不过先跟你说清楚，我这人不好，我有很多缺点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什么了？坦白的说，宋锦荣，可能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家里条件不咋地，住的是安置房。我爸在厂里上班，我妈没有工作，我有2个未成年的妹妹还在上小学。我上学时成绩一般，考了个2本，毕业后也没好工作。我想改变我家的现状，才选择做销售的。我知道我不适合做，我也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但没办法，像我这种学历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那你呢？那天去你家，我才知道你家那么厉害，之前我都没想过。一点没想过吗？坦诚的说，也想过。我看你就不像一般人，还有你开的那车，虽然我不太识货，但也知道那车一定很贵，至少也得几十万吧。我家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不是去过吗？我爸我妈，另外还有2个借住在家的亲戚。那天那个很漂亮的女的，是你女朋友吗？她是我前女友，2年前我们差点结婚，后来她出国了才回来。那你还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吗？你应该还爱着他，对不对？今天的量挂完了，您多休息。
今晚我留在这照顾你吧，毕竟你……毕竟什么？毕竟你是我名义上的老公。只是名义上的吗？那天喝了酒，我不记得是什么感觉了。你意思是还想体会一次？现在吗？你说什么时候？在这里，我都没做好心理准备。谁说在这里了？啊？哦。于慧慧。啊？我会给主治医生打电话，有事自己担着。过来。干嘛？这么大反应？不愿意？不是，你还在生病，能行吗？行不行？试试就知道了。你会嫌我胖吗？其实我还可以再瘦点。不用了，这样正好。领证的事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。我也没说。你为什么没说？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我家就3姐妹，我爸想把我留在家里招婿，所以我……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叫于慧慧是吗？嗯，是。那天为什么要缠上来？是有预谋的还是？哪次？第一次的时候。那次我都不认识你，能有什么预谋？我是喝醉了，找不到回包厢的路，以为你是我同事，就跟着你了。宋锦荣，你还能撑住吗？你说呢？我是担心你，要是你有什么事儿，我就是罪魁祸首。宋先生昨晚跟一个女孩一起出去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女孩？什么样的女孩？当时那女孩低着头，我们也没看清。那女孩是不是很漂亮，长长的头发？不是，宋先生执意要出去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现在不是怪你们。婉欣，给我打个电话。大伯母，要不打诗琳姐的手机问问情况？诗琳，锦荣跟你在一起吗？阿姨，我没跟锦荣在一起啊，她怎么了？哦，那没事了。昨晚跟出去的女孩是不是短头发？叫于慧慧。对对，那女孩是短头发。大伯母，现在确定了，是锦荣哥之前带回家吃饭的那个女孩。等回来我问问锦荣，既然她现在不在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。你醒了？几点了？你怎么也不叫醒我？我也是刚醒。哎，你别动啊！你还没满足？什么呀？我哪有？起来吧，昨晚怪我冲动了。我没做错事，要是你不想怀孕，就去吃药。那要是我不吃呢？那你自己看着办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。没有感情？你昨晚还那么享受，这人太冷漠了吧？昨晚还抱着我亲着我，今天就翻脸不认人，真是床上一个样，床下一个样。你还回医院吗？要不要我照顾你？你不上班吗？唉，你都说了我不适合做销售，想想要不我还是换份工作吧，这工作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前途。老公，等等我。
你这病号当的也太随意了，说出狱就出院，回头挨骂可别算我头上。算你头上又怎样？凭什么算我的？又不是我让你跑出来的。哎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去吃饭。你不回医院了？吃完饭再说。你点吧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不要试图了解我。你这人还真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喜欢上你的。吃完饭，你去买药。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病殃殃的样子，我用吃药吗？我说的是事实。病殃殃。领证是因为要负责，那我们的婚姻就没必要存在。你还是有选择的，我还会照例给你200万。你这不是羞辱人吗？一次100万，我都觉得我不值这么多。要是这样，你应该找其他人。你当我是什么？不是我当我是什么，是你当我是什么？我是努力工作的人，我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是不是对他太狠了？之前还说救他吧，现在又算什么？我没有把你看成那种女孩。你想离婚就离吧，不过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帮完这个忙我们就两清了。什么忙？我堂妹下个月15号结婚，你能陪我去参加吗？等参加完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缠着你，我说话算话。这要看我的时间安排。行，我等你的电话。我走了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你不去医院照顾我了？那你让我照顾你吗？看你自己，不强求。大佬，我愿意照顾你，直到天荒地老。你意思是我得死在医院里？不是，我意思是我会一直照顾你，我去照顾你，你前女友不会为难我吧？宋部长刚打电话来问情况，这幸好你来了，要不然我有失职之责。医生，他没事吧？哦，别担心，没什么大碍，最好再观察2天。昨天那个药再给你开2天，最好你多休息。吓死我了！要是你哪里不好，我都不知道怪不怪我。怎么？看不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听到有人咽口水的声音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好看别人才看的好吧？锦荣哥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跟大伯母一早就过来看你了，可你不在。我有事。有事？有什么事要夜里去做？我去做什么事儿还要跟你说吗？我比不过冷诗然也就算了，你这个郊区2本女孩算老几？凭什么插队？锦荣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一早来看你，护士说你昨晚就走了，一夜没回来。妈，我没事儿。什么没事？这不还打着吊针吗？这女孩居然敢跑医院来勾引我儿子！昨晚是不是你来找的锦荣哥？你知不知道锦荣哥还在生病？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不知廉耻！凭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跟我老公关你什么事？谁是你老公？锦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得谁都喊老公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！没见过你这种女孩。我为什么要离开？轮不到你评价。你好好说话！你动什么手？不动手等着被他打吗？谁打你了？你要是不帮，我转身就走。够了，宋婉晴，你干什么？没听到他说什么吗？
你是装傻还是听不懂？锦荣哥，这女孩太不要脸了，你怎么能和这种人有牵扯呢？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……妈，这件事我晚点再跟你说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先回去，你好好休息。难道他查出1个多月前那件事是我做的了？眨眼的功夫，人就不见了。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迟早要面对的。我总感觉你那个堂妹哪里不对，她好像把我当情敌看了。没道理啊，堂妹也是妹啊。要不是知道她是你堂妹，我都差点觉得她喜欢你了。她不是我小叔的亲女儿。什么？你是说刚才朝我发飙的人不是你亲堂妹？她是我小叔小婶从小资助的孤儿，后来便来了宋家。我小叔小婶没有自己的孩子。那我知道了，你那个堂妹对你一定有意思，所以才会这么针对我。慧慧啊，你在哪儿家医院？我想让你妈过去检查一下，早上又吐了，这会儿浑身没力气，吃点东西就想吐。啊，这么严重？爸，那你让我妈打车过来吧，我在这边等着，顺便陪妈去看看。好，我让你妈过去。不好意思，我等会儿要出去一下。要是查出什么大病，不要给我花钱治，把钱留下来给小雨、小妍上学。妈，怎么可能呢？您别自己吓自己。你怀孕了。啊，医生，您搞错了吧？我妈……医生，我都停经了呀。你确定停经了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停的？去年。停了以后，我听人家说50点经才正常，就又喝了几副中药，然后就断断续续有一点，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绝经。女性只要没有别经，就还会排卵，怀孕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医生，我不要这个孩子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家里还有2个小的，都还只有10来岁，所以这个孩子我不能要。这种事还是需要本人及家属做决定的。慧慧，查了吗？你妈没事吧？不是什么绝症，是怀孕了。既然有了，那就留着吧。什么留着？我都48了，让我生3胎，说出去还不够人家笑话的。我生你想打掉啊？说不定这胎是个男孩。于红玉，你什么意思？都这把年纪的人了，你怎么还能有这种想法？就算是男孩，我也不生。你看哪有这个岁数怀孕的？这说明这个孩子跟我们有缘，非要来不可。那也不能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我们这样的家庭，生了怎么养？你跟我都多大岁数了？慧慧都多大了？等回来再说吧，我先上班了。妈，我爸说什么了？他能说什么？慧慧，你去照顾你同事吧，我回去了。回来了。嗯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能说我妈怀孕了吗？哼，说出来我都觉得搞笑。对了，你饿了吗？晚饭想吃什么？我去帮你买。不用，这边医院有。唉，我妈要是决定把那个孩子留下来，那真是要贻笑大方了。当初如果没生2胎，我家里说不定早就在市里买房子了，我也不用一毕业就拼命工作，一天都不敢失业。你要不要睡一会儿？我在这里守着你。不用，等会儿助理会把工作拿过来，
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回去吧。你都病了还工作啊？你不累吗？昨晚都没休息好。昨晚你也没睡好，回去吧，我要工作到很晚。那我更不能回去了，我在这陪着你，这是一个老婆应该做的。这女孩看着不怎么起眼，但可是实打实的老板娘，是领了证的。阿姨，锦荣，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能工作呢？你看，这2天人都瘦了一圈。瘦了还那么大劲，我谁都没见过这位贵公子在里面。妈，哪儿又瘦了？健健身就能恢复过来。锦荣啊，工作再重要，也没有身体重要。知道了，爸。锦荣，你解释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宋总，您看我是不是要回避一下？爸妈，这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们说，我跟他领证了。这女孩大眼睛、高鼻梁，五官端正，不黑不白，身材匀称，整体普通又带着福气。我真想挑刺，这平平无奇、挑不出大毛病的样子，竟让我不知从何下口。锦荣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擅作主张？我不同意。多少高干家庭、富豪之家想跟宋家攀亲，你倒好，把机会给了一个普通女孩。锦荣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事前也不跟我们商量，你说你……爸妈，这件事我只是通知你们，领证是事实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冷家想要联姻，我尚且都要考虑，可你这……你看看能不能把婚离了，就当不存在。是啊，趁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，赶紧把婚离了，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。爸，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吗？这是整个宋家的事。于小姐是吧？我能跟你谈谈吗？我要钱，然后同意离婚。这一家人太厉害了，我可不想以后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现在妈妈怀孕了，说不定是个弟弟，我得帮爸妈养弟弟。宋锦荣答应过给我200万，我就要这个数。锦荣，宋家就你一个继承人，将来整个宋家的兴衰都要靠你。找跟宋家旗鼓相当的家庭，对你来说那是助力，你应该知道这点。这女孩身上没有棱角，性格应该很好。接下来的话，我还真有些不忍心说。阿姨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于小姐，阿姨看得出你应该是个好女孩，但是你跟锦荣合适，不光是你们2人不合适，我想我们2家也不合适，还不是阶层悬殊吗？撇开这些，我们莫名的和谐呢？于小姐，我知道这件事对你多少造成了一些伤害，但是锦荣会补偿你的。你看，就是想让我心甘情愿离婚吗？我愿意，睡了2觉，我也不亏。阿姨，我想要钱。难道他是冲着钱来的？可看样子不像啊。直白的说，阿姨，离婚的话，宋锦荣之前答应过要给我200万，我也不多要。还以为这女孩老实本分，没想到一开口就是200万，她还真敢说。200万，现实的说，我也想长长久久，但那不可能。如果最后是离婚，何必虚伪呢？将来家里多个弟弟，我得帮着养家，买个大点的房子，不用每天倒2班公交车了。阿姨，我跟宋锦荣的结婚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，他是公司老板。像你们这种家庭，我就算要1000万都不算多吧，200万已经很少了。这女孩脑子里只有钱，我还以为是个好女孩，真是看走眼了。于小姐，也就是说你同意离婚？是的，阿姨，只要给我钱，我同意。看来是个有心机的丫头，亏我刚才还有些不忍心，没必要愧疚了。于小姐，你把刚才在外面说的话再说一遍，看看锦荣答不答应。我知道会离婚，我无力自保，只能要钱。希望你能答应给我之前说好的200万。你看你找的都是什么人？
一开口就是200万，他才肯答应离婚。你想离婚？实话实说的说，谁想离婚啊？离了婚我就是2婚了，名声也不好听啊。年龄再小，那也是有婚史的人，以后我还怎么找人结婚？爸妈，她怀孕了，离婚的话，要先把孩子打掉。什么？怀孕？我没有怀孕啊！你怎么能骗人呢？要是你爸妈拉我去检查，不是露馅了吗？先说好，这可不是我骗人，是你骗人。难道你就没骗过人吗？是等孩子生下来再离婚，还是现在就打掉孩子离婚？要孩子再离婚最明智，可那是一条小生命啊，是我们宋家的孙子。为什么要骗他们说我怀孕了？你不是也想离婚吗？别说你出不起那200万。还没睡够。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？我没有这样想，好吧。在这个于慧慧心里，估计婚姻没有那200万的分量重。我要是听父母的劝离了婚，她这会儿肯定揣着200万蹦蹦跳跳回家了，还会恋恋不舍吗？真会装！我几乎从没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，偏偏在这件事上原则一再翻车。难道真像自己说的那样，还没睡够？宋总，于小姐看着还挺关心你的。慧慧回来了，你同事病好了？好了，明天就能出院了。慧慧，我跟你妈，我们……你说什么都不管用，我决定了，明天就去医院。可这不是有了吗？要是问我的意见，我当然不想再有一个那么小的弟弟或妹妹。越看宋锦荣越帅，简直帅到我心尖上了。想起他在他堂妹面前维护我，心里就一阵甜。他说没睡够，其实我也没睡够。慧慧，你出来一下，有事跟你说。慧慧，你大姑刚打电话来，说明天请我们和你小叔家吃饭。你大姑想趁这个机会让我们2家和好，要不甜心结婚咱家不去，外人会怎么说？爸，甜心结婚，小叔请我们家了吗？要是请了那就去，没请就算了。都是亲戚，什么请不请的，我们知道就行。你大姑不是早就给我们说过了吗？大姑说有什么用？又不是她家办喜事，她就喜欢在中间搅和。要没有她，我们2家还不至于到这一步。慧慧这话算说对了，还有你奶奶，要不是她在中间挑拨，也不至于成这样，一个偏疼，一个偏帮。我爸就是这样，一心想和睦，可人家根本不在意这点亲情，反倒看不起你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挨的那一巴掌。怎么的这样，踩脏了人家的地板？下次注意点儿，多跟小叔学学，别给表姐丢脸。去后厨端菜去，愣着干嘛？哎，我当时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争气，给父母长脸。可是时至今日，我也没有做到。不过好在我跟宋锦荣领证了，我要让妹妹读名校，给父母买房子。女儿要是有本事，一样可以当儿子用。爸妈，你要是身体吃得消，就考虑留下来吧，我将来帮你们一起养。说这个干嘛？你连婚都还没结，这哪是你个女孩该过问的？我这不是怕你们为难吗？想留下来又不敢。留什么留？拿什么养？你这还没结婚，要是结婚了，还能指望你什么？就算你有这个心，那也得看你找个什么样的。要是找个条件一般的，你连自己恐怕都顾不上，何况家里还有2个小的。对了，慧慧，你大吴还说让你去给甜心当伴娘。他不会到现在还没找到伴娘吧？找是找好了，说是有事来不了了，现在一时也没找到人。
你大姑就说让你去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人家这都请你去了。请？谁请了？你大姑不是发话了吗？我大姑的话就是圣旨吗？再说小叔家办喜事，他们家都没说话，我跟着瞎操心什么？对，我们不去。现在想想，甜心给慧慧介绍离过婚的老男人，是没安什么好心，不就是想看我们笑话吗？行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那事儿都过去了，还提他干嘛？再说，慧慧怎么就不能去给甜心当伴娘了？爸还别说，我真不能去当这个伴娘。你怎么就不能去了？不会是病情加重，拉去抢救了吧？二床一早就出院了。出院？这么早？宋总，你好了吗？就出院？你好，于小姐，宋总正在忙，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转达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事，就是问问，怎么感觉这个婚结了个寂寞？慧慧，大姑在酒楼请客，都到了，就等你了。爸，我什么时候答应去的？你还真是的，有什么好去的？反正关系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慧慧还计较那些干嘛？这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得着的地方。你大姑刚还问你呢，你不来不是显得不好看吗？爸，我说了不去就不去，我一直没忘小叔打我的那一巴掌。慧慧啊，就当来吃个饭。你大姑也是因为上次那件事，她想在中间调和调和。有什么好调和的？您跟我爸还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人家说什么是什么，就因为你们这样才会让人家看不起。你说你大姑都打电话请了，我们能不来吗？不来以后还怎么来往？再说，这不是还想托你大姑找找关系，给小雨、小妍找个好点的初中吗？妈，找学校的事包在我身上，不用去求大姑，我也能搞定。不管两人之间有没有夫妻感情，我不相信他会连这点小忙都不帮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不光是托关系的事儿，还要花钱。你大姑父认识的人多，说不定倒是能少花点。妈，我说我可以就可以，不给您说了，我还在上班呢，挂了。姐，你来吗？这里可好了，还有好多好吃的，我都想偷偷打包带给你吃了。我们家一年到头也没去过什么饭店吃饭，就算去，顶多也就是吃碗拉面，连好点的火锅店都没去过。姐，甜心姐和她男朋友也在，大姑还夸我跟小妍长高了，奶奶也在，就你没来了。好，我去。妈，我姐说来。要是助理接的，该怎么说？喂，宋锦荣，我有件事想求你，我很想让他跟我一起去打他们的脸。有事等我回来再说。你要去哪儿？出差吗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之前还说自己这个婚就是结了个寂寞，看来还真是。那我要是不打电话给你，是不是也没打算跟我说？你到底什么事？我本来是想让你陪我去吃饭的，你要是没时间就算了。去哪儿吃饭？我派司机接送。派司机接送我，还可以这样吗？你把地址报来。好啊好啊，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让司机快点。于小姐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好舒服，宋锦荣还真有钱。谢谢。应该的，老板说让我都听你的。要不你跟我一起进去吃个饭吧？不用不用，这样吧，我可以跟在你身边，随时听候差遣。那也行吧。姐，你来了！姐，你看，有好多好吃的。真热闹啊，连大姑父都在，难怪爸妈要来。来了就坐吧。姐，你坐这里，我让给你。慧慧，这是……于小姐，我还是出去吧，结束后打我电话，号码在你手机上。堂姐，那人谁啊？你怎么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呀？是你新谈的男朋友吗？不是我男朋友，原来不是啊，我还以为是你男朋友呢，还把你送到楼上来。小时候去大姑家，大姑把旧衣服给我穿，给甜心买新的。大姑背地里说，慧慧家穿不了好衣服，有旧衣服穿就不错了，农村人不讲究。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不能就那样让人走了呀。妈，人家是司机。原来是司机呀！我说呢，不过这服务也太周到了，还把人送到楼上来。堂姐，既然你没找到合适的，那上次那个人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你不知道，人家快升职，错过了真就可惜了。是啊，慧慧，我也听说了，
普通女孩想找条件好的不容易，你有机会就考虑考虑呗。离过婚怎么了？就算有孩子也没什么呀。你们跟着操什么心啊？你看人家慧慧是找不到对象的人吗？人家说了，要找就找好的，找有钱的，找有钱的，他也得能找到。要我说啊，上次甜心给介绍的那个就不该拒绝，你拒绝了，到哪儿再去找好的？小沈说的没错，对，我就是要找好的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今天难得聚在一起，我先敬大姐大姐夫一杯，祝两位生活顺心顺意。大姐，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，也祝两位结婚30周年快乐。送什么礼啊？大家就一起吃个饭，有心了有心了。什么情况？没人给我们说要准备礼物啊？姑，这是我送给您和姑父的礼物，是2套中式礼服。我说这丫头怎么问我穿多大尺码的衣服？谢谢甜心了，这2套礼服很贵吧？送给您和姑父的，贵点怎么了？这是我当孙女的一片心意，这张购物卡送给你们，祝两位恩爱如初。好好，都有心了。原来是他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们什么都知道，唯独不告诉我们，故意让我们家难看。大姐大姐夫，你看你们之前也没说，这弄得我们什么也没准。我也没想到这些，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吃个饭。是啊，也是考虑到你们经济不允许才没给你们说的。慧慧，你有钱吗？现在去给你大姑买礼物还来得及吗？要是什么都不送，不是显得难堪吗？妈，我有钱。慧慧，要不你现在出去给你大姑买礼物，快去快去。我让人去帮我买了台按摩椅。好好，贵不贵？别买太便宜了。也别买太贵了，你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慧慧啊，我怎么没看见你送礼物啊？奶奶，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堂姐要是准备了，能不拿出来吗？是吧，堂姐？谁说我没准备？只是礼物太大，我不好搬进来。哟，还礼物太大，吹牛也不看看场合。小沈能去搬进来吗？你个丫头，没送就没送，还在这里阴阳怪气。小叔是打算跟小沈一起搬吗？就知道你会说大话，你说吧，搬什么？我送了大姑和大姑父一台按摩椅，就在楼下。要是两位不嫌麻烦，去搬上来吧。于小姐，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，这是收据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于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的，于小姐，那我出去了，有事打我电话。刚才女儿不是说那人是司机吗？司机怎么会那么听使唤？干嘛买这么贵的呀？不知道我没钱吗？不过为了争回面子，拼了。2万多块，这都快抵上全家1年的伙食了。姐夫，之前也不知道今天是你跟大姐的结婚纪念日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。他大舅，你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送的购物卡才1000块，甜心的礼服也才5000，这收据上居然是2万多。哟，大舅这次是出血了呀？是啊，表姐，送礼当然越贵重越好了。不过我不像你们，好单位待遇好，经常发个购物卡什么的。小叔刚才不是说要跟小沈去搬上来吗？现在可以去搬了，就在楼下。本来我是想让他们直接送到大姑家的，既然两位想搬，那就不用送货了。慧慧啊，大姑谢谢你了。我从来没看起这门穷亲戚，以前都是施舍旧衣服给他们。为了甜心，我找理由拒绝了慧慧的工作请求，现在想想还真有点打脸了。大姑、大姑父，你们看，这里面是茶具，给你们喝茶用的。你俩怎么这么调皮？赶紧过来！不知道那是礼物吗？打碎了怎么办？奶奶，大姑都还没说什么，你急什么？我这不是怕2个丫头把礼物打碎了吗？现在不是没打碎吗？等打碎了再说。堂姐现在是发财了，还是发什么财啊？我1个月挣3000、5000的，不像你有那么好的工作。也怪我命不好，大姑不是说我哪都不如你吗？虽然我没承认甜心的工作是我托关系找的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侄女怎么变了？前不久还可怜巴巴的求我买房子，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对了，慧慧，你爸跟你说了吗？甜心想让你给他当伴娘，这不就想到你了？大姑，又不是您家办喜事，您操什么心啊？来不了再找人呗，我不合适。你怎么就不合适了？
你又没结婚，给你堂妹当伴娘怎么了？哟，奶奶，这还带强迫的呀？我说不合适就不合适，您不懂就不要插嘴。我怎么就不懂了？你这是跟谁说话呢？简直无法无天了！你那天是不是请不了假，所以才不能来？不是，我身份不合适。要不你们还是再找别人吧。慧慧可能有其他事，那算了，不愿意就不愿意吧，我们再找其他人。你们先把你大舅一家送回去。哎呀，送什么呀？现在打车多方便，要是大舅没钱，我来出。慧慧不是有钱吗？打个车应该打得起吧？我这不是怕你大舅去挤公交吗？就你们2家车子空，大舅家这么多人，我们家的车也坐不下呀。不用送我们打车走。大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车坐不下，要不就捎你们一程了。不用捎，我们打车，正好一车能坐下。慧慧，从这里打车要花多少钱？要不咱叫辆车吧？爸妈，我们不用打车，有专车来接。堂姐，你确定有专车来接你？这里面也就大姑父有专车接送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甜心啊，是慧慧说错了，她说着玩的。于小姐，让你久等了。爸妈，我们走吧。哇，这是谁开来的车？这辆车至少500万以上，好像还是限量款。慧慧这丫头什么时候有这种运气了？她不是说那人是司机吗？你看事情总是看表面，司机肯定是司机，但慧慧找的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司机。妈，刚才我们没送大舅，会不会得罪他呀？得罪什么？现在都还没搞清状况。谢谢。客气了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以后在宋总面前还请于小姐多替我美言几句。我有那个分量吗？当然有，宋总还从来没让我做过其他事，你是第一个。这个宋总是谁？多大年纪？叔叔阿姨，这车坐着还舒服吧？舒服舒服。你跟慧慧，你们是不是朋友啊？爸妈，这事儿等回家我再跟你们说。难怪2万多的按摩椅买起来眼睛都不眨。还有这个司机，那种有钱人可都是有老婆有家庭的。要是女儿真走上那条路，我非要好好教训她不可。这里可真远，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地方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等一下，于小姐，这里面的礼物上次忘记拿下来了，宋总说让你拿回自己家。哦，对对，我都忘了。慧慧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爸，上去再说吧，我反正没做什么丢脸的事。爸妈，你们进来一下。爸妈，我跟人领证了。什么？慧慧，你说什么？你跟谁领证了？出生年份，这人一点不老，相貌堂堂，长得真帅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？爸妈，我本来是想要说的，只是没找到机会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连父母都不说，你说你哪来这么大的胆？这人多大了？是做什么的？他30了，周岁29， 11月出生的，生日小。做什么的我暂时还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开车送我们来的那个人是他的司机。那他家还有些什么人？你了解过吗？他家住在富人区，有处独栋别墅，家里有爸爸妈妈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就他自己。他爸妈我也见过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对对，怎么认识的？爸，大姑电话。喂，大姐。慧慧，你给我说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能说两人在谁都不认识谁的情况下发生了关系，然后我以为怀孕了去找他负责，结果就领证了吗？说出来我都觉得太戏剧。我是在公司聚餐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他喝醉了，就上去扶了他一把，就这样认识了。现在证都领了，那他父母怎么说？什么时候办婚礼？我们家这些年光随出的礼不知有多少，你是家里的老大，这个婚礼一定要办。人家父母根本就不同意，而且宋锦荣也说了没有婚礼。现在那人呢？你让他来一趟。我跟你爸都还没见过人，
你说这像话吗？妈，他现在出差了，要过几天才能回来，等他来了再说。行，那就等他出差回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总得让我跟你爸先看看人吧。不知为什么，总感觉老公接电话时后背没有那么弯了，声音也洪亮了。慧慧今天在吃饭时闹了那么一出，那俩家人还不知怎么编排我们家呢。我就在想，要是光明正大的男朋友，大伯和大伯母肯定早就炫耀了。我给他介绍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有男朋友，说不定慧慧走了极端，在外面找了老男人，大舅才不好意思说的。我只是客观分析，不是背后讲人坏话。上次于慧慧不就说了吗？说她就是要找有钱人，还说要当阔太太。那实锤了，于慧慧肯定是找老男人了，难怪舍得花2万多块买按摩椅。老大怎么生出这？要是我闺女，我一巴掌打死她，丢人现眼。打电话给老大。于慧慧都找老男人了，还好意思看不上我给她介绍的人，还嫌人家是老。我看人家不嫌弃她就不错了，她还挑上了，为了这还跑到我家大闹了一顿。难道那不是你家亲戚？怎么能这么贬低呢？他那种攀比的心理我能理解，但既然是我的女朋友，随他去吧。老大家什么时候出手这么阔绰了？除非是慧慧找老男人了，这简直是丢人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慧慧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？她有男朋友了，为什么还跑去相亲？这不是欺骗吗？骗什么人了？去相亲的时候还没有男朋友，要是有会不给你们说吗？我们也是刚知道的。那件事回来我问了，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我女儿我还不了解吗？这两家又议论我们什么了？管他呢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只要慧慧没做什么违背道德的事儿，怕他们什么？随他们议论去。幸好先领了证，要不还真说不清了。哪怕没有婚礼，我也是能见光的，至少这个婚是真实存在的。想想大姑和小叔一家的脸色，我就想笑。甜心那个脸啊，就跟死了没埋一样。走着瞧。慧慧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们跟男方家商量一下婚礼的事儿。爸，他出差了，等回来再说吧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确定，他也没说。爸妈，要不你们就考虑留下3胎吧，说不定这胎是个弟弟。怎么又想起这茬来了？这事儿你不用问了，等你爸休息，我们就去医院。妈，你们决定不要是因为负担不起，现在可以了。就算将来我离婚了，以那个人的经济实力，我也会有很大一笔离婚费，养个小孩应该没问题。呸呸！什么离婚啊？你这还刚结婚，怎么就想到那一层去了？妈，谁能保证婚姻一辈子长久？我就是那样一说，那件事儿您跟我爸再考虑考虑吧。不行不行，坚决不能要，3个女儿就已经够多的了。慧慧，这件事儿我们再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什么呀？说不要就不要。慧慧，是你，有事吗？慧慧，能聊聊吗？单独聊吗？怎么没跟你女朋友一起来？她还在上班，今天是我想请你吃饭，有些事我想再跟你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，就算有不清楚的地方，雨飞也让我彻底清楚了。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慧慧，对不起，其实我在这里等了好几天，一直没敢过来找你。你到底什么事儿？我还要赶着回家呢。能赏脸吃个饭吗？想求你帮个小忙。我没时间，不好意思。慧慧，跟你交往的那段时间，我是真心的。你现在说这个不觉得好笑吗？你说出来是想看到什么结果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从来没骗过你。即使分手了，我希望我们还能是朋友。打住！之前是我误会了，所以我们之间连朋友都不是。请问还有什么情分可看的？宋锦荣出差3天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也没说，这个婚结得跟没结一样。难怪程宇飞说于慧慧别看她老实，其实内秀得很，看来想让她帮忙升职加薪是不可能了。这就完了吗？没了？这人还真是，他知不知道自己领证了？去他家，他不是说回来了吗？早知就先发短信了，我这样过去算什么呢？你好，这里不能随便进入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住在这里的。那你的卡呢？我找人。你可以先打电话，得到业主允许才可以进去。我到了。到哪儿了？大门口。进来吧。
进不去。没长腿？长腿了也进不去，这里的安保系统做得太好，我这个闲杂人等进不去。我好像迷路了。进来了才迷路的，这里的房子都一样，我不知道哪栋是你家。沿着南面那条路一直朝前走。哪是南？你是不是不知东西南北？大概是吧。有驾照吗？没有。去考。我又没车，你要给我买车吗？知道了，我去考驾照，明天就去报名，我很快就能考到手。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居然连开车都不会。大哥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吗？生下来什么都有，我不会的东西太多了。给他准备一份餐食。好的，少爷。吃完上来。不会吧？你就这样把我扔下了？什么人啊，真是的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您挪步换鞋。啊，我能不换吗？我怕自己有脚臭。真是别扭极了。谢谢。有钱人家住的房子真大呀，就不怕迷路吗？本来想拍照发朋友圈，还是算了。完了，不会还要再打电话吧？你在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没做亏心事，你怕什么？我做亏心事了，行吧？你家太富贵了，真想把你家都掏空。你家太大了，我又不知哪间才是你的房间。我以前是学建筑的。哦。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宋锦荣，你刚才怎么能把我一个人扔在楼下呢？你知道的，我对你家又不熟悉。不是来过吗？就来过一次，对这里还是完全陌生的，好不好？去洗澡。我没换洗的衣服。穿这个。合着我就是来跟他睡觉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去啊，还愣着干嘛？怕什么？我跟他可是领了证的，名正言顺。居然刚好盖上，还不肥大。我到底是有多胖啊？电影里女主穿男主衬衣都很御，我穿上居然有种合身的感觉。我终于明白他发回来了是什么意思了。怎么不吹干头发？哦，这种情况你不是应该把我拉过去帮我吹头发吗？看来电影里讲的也不完全都是这样。过来。宋锦荣，我来这里不是来跟你做那件事的，我是有事找你才来的，我不想把那件事做成交易。告诉你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别想着挑战我。你干什么？你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过来，听到没有？我就不过去。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这比我主动好多了。我是不是很重？我在减肥。不重，正好。我不需要你减肥，我不在乎这个。宋锦荣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，平时的冷高都是装出来的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到底什么事？我想要婚礼，我想穿婚纱。我说过，没有婚礼。怎么了？还活着？你就那么想要婚礼？当然了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我爸妈还想等我结婚时收回一点随出去的礼金。在我们那边，没有婚礼总归有些不光彩。现在我爸妈还想跟你家商量婚礼的事，可你说没有婚礼，让我怎么说？
那好，让我想想。真的吗？我只是说想想。少爷早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既然领了证，人家也是名正言顺，我总不能把人赶走。何况她还怀孕了，要不是怀孕了，这事花点钱就能私下解决。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锦荣哥，他为什么会来我们家？婉晴，行了，都过来吃饭吧。爸妈，你们看一下什么时间举行婚礼。爸妈，你们看一下什么时间举行婚礼。还能怎么办？这幸好是没办婚礼，以后等生下孩子再说。原来他没有敷衍我。锦荣，这件事……锦荣，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，等有时间再说。想嫁进宋家，门儿都没有。宋家是豪门，我也知道是高攀了，可现在证都领了，就算高攀了又能怎样？我爸妈想见你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好，知道了。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对了，你爸妈都是做什么的？你爸的样子看着好吓人，有种他是大领导的感觉。我爸叫宋道峰。哦，我是问你爸做什么的，又没问叫什么名字。你那个堂妹真讨厌，她一看到我就想找茬，像这样的有几个？我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我要是想，就会有很多。不想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你想要知道我的事吗？比如我谈了几个男朋友，之前有没有喜欢的人？再比如说，不感兴趣。哼，你昨晚还不是这个样子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机会选那200万？于慧慧，你绝对不能喜欢上这种人。我心里喜欢一个人，永远喜欢。什么？他有喜欢的人，还永远喜欢？妈，他们真领证了。锦荣哥眼瞎吗？看不出来那个于慧慧就是个有心机的穷酸女吗？为了找有钱人无所不用其极。你大伯是这样说的，应该不会有假。可现在能怎么办？你要想结婚，以宋家的实力，你找的男朋友也绝对不会差。宋锦荣就算了。妈，您之前跟爸还说要帮我，这件事估计谁也扭转不了。关键是那个叫于慧慧的怀孕了。怀孕？她怎么就怀孕了呢？大夫人、二夫人和小姐走了。宋道峰跟那个女人的事我不是不知道，可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要顾及儿子，还要顾及整个宋家。慧慧，你还在这里上班啊？我还以为你结婚了就不做了呢。我今天休息，想约你出来逛街，不如把你老公也约出来见见面。那位大佬连我爸妈都还没见呢，凭什么约出来让你见啊？他很忙，别说你了，就连我想见一面都不太容易。慧慧，说实话，你说结婚不会是假的吧？是想报复李正跟你分手？上次那张卡不会是什么老男人给你撑场面的吧？是给我撑场面的，真的啊？能不能帮帮李正？我知道，你说结婚应该就是一句气话吧？我结婚是真的，气话也是真的。下午去你家，需要买什么？真的吗？什么都不用买，上次买给你家的东西又全拿我家去了，这次就不用买东西了。下班我去接你。是谁啊？还要给你买东西？给我卡撑场面的人。没事，我要进去上班了。慧慧，你能认识有钱人也算挺幸运的，有时间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。好啊，有机会再说。妈，下班他会来我们家。是小宋要来吗？人家堂堂宋总被你喊成小宋，别扭极了。那好，我去买菜，晚上让你爸也早点回来。你好。你好，于小姐。你好，宋总。
将酒搬下来。你还买东西了？总不能空手吧？带路。不好意思，我家住5楼，没电梯，要不我来搬一箱吧？不用，没关系。爸，我们管姐姐的男朋友叫什么？是叫哥还是叫姐夫？叫什么都行。是小宋吧？进来，进来。啊，欢迎，请坐，请坐。叔叔阿姨，好。好。大哥好，姐夫好。小宋啊，你跟慧慧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，不知你父母那边是什么意思？叔叔，听你们这边安排。这是可以办婚礼的意思吗？太好了！看到咱姐的口水了吗？看见了，姐本来就喜欢帅的人，她之前喜欢张凌赫，还说那是她老公。嘘，别在这碍事，赶紧去写作业，听到没有？妈，你看我姐话都不让我们说，还说我们碍事。我哪有不让你们说话？也不看看都多大了，还动不动就告状。行了，慧慧，你还小吗？坐好。小宋啊，让你见笑了，这孩子就是没个大人样。慧慧吧，平时看着还行，就是有的时候吧，做事不计后果，容易冲动。以后还望你能多多包涵。是啊，小宋，这丫头做事没个长性，平时也不勤快，还有点懒，你可要多包容一些。爸妈说的都是什么呀？有这样说自己女儿的吗？爸妈，难道我就没有优点吗？真是。有，当然有优点了。慧慧吧，身体好，从小到大没生过病，可皮实了，掉河里她自己都能爬上来。对，小时候慧慧爬树抓知了，从树上掉下来，一咕噜爬起来，一点事儿没有，手里还攥着知了。爸妈，你们不是应该问问他家里什么情况，还有收入情况，有多少存款，顺便再问问能给多少彩礼？你看你们说的都什么呀？你这孩子看什么看？干脆我来说，既然要办婚礼，说吧，你能给多少彩礼？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讲话也不过脑子。哎呀，小宋啊，你别见笑哈，慧慧被我们惯坏了。小宋啊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？你爸妈？我爸妈都健在，我爸上班，我妈没上过班。哦，你爸还上班。小宋啊，要是办婚礼的话，不知你们家都有哪些讲究？对，有什么讲究提出来，我们也好注意一下。叔叔阿姨，没什么特别的讲究，你们看着办就好。关于彩礼，我想听听两位怎么说。啊，彩礼？什么彩不彩礼的，那些都不重要。小宋，是这样的，关于彩礼的事儿，你们看着给，我们也不是卖女儿，有钱就多给，没钱就少给。好的，阿姨，不知两位还有什么其他要求？没有了。你要是能给个50万就好了，我也不敢多要。老二一家收了50万彩礼，亲戚没少拿出来炫耀。你还需要什么？直接的说，你能给多少？你给多少我要多少，彩礼至少50万起步。慧慧还真敢说，能给50万我们就去谢天谢地了，还50万起步。怎么，很多吗？不多。那你能给多少？你看，光去说话了，饭还没吃呢，都准备好了。小宋，先吃饭。对，先吃饭。毛子啊，我平时喝的也就是10几块的，这酒一瓶就要1、2千。哎，谁？爸。老爸这是卑微惯了，身上的奴性一时还改不掉。叔叔阿姨，我给200万的彩礼，外加一套房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200万，我被砸晕了，找不着北了。这是真的吗？这也太好了！刚才以为50万都是天价了，没想到发财了！我就知道，当初选择婚姻是对的，这样我能得到的更多。你打算送房子吗？那在我手里买好了，我不就是卖房子的吗？已经买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买的？其实我们那边的房子也挺好的，位置也好，就是贵了一点。买的就是你那边的，你想想你有没有卖出过房子？啊？那房子当时来买的人也不是你啊？我让陈叔去帮忙办的。你还有姓陈的叔叔吗？不是，陈叔是管家。哎呀，再坐会儿嘛，
注意安全啊！以后要常来家里吃饭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爸没什么酒量，今天喝醉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爸是被200万砸飘了，根本就没醉。慧慧，你说那个小宋说的能是真的吗？那么多钱，200万啊！妈，他家住的是大别墅，他开的车好几百万，200万在他眼里估计也就20万吧。慧慧，昨天小宋还说送一套房子，我没听错吧？是从你那边买的吗？多大面积？几楼？16楼，120平，是一个老年大叔来买的。当时还说让我帮他推荐，那我就捡好的推荐啦。那房子多少钱？我们能去看看吗？叫上你大姑他们。总价150万，我有钥匙，今天就可以去看。妈，我们也想去。不行，你俩还得上学，改天再带你们去看。今天就让你大姑他们来看看，打电话，现在就让你爸打电话。不是看不起我们家吗？还50万，我们家还有200万呢，你们说这是几倍？妈，是4倍。大姐，慧慧对象送了套房子给我们，这不，今天就想让你们去看看，也帮我们参谋参谋。什么？慧慧对象？多大年纪？什么样的房子？多少钱？在哪里？对，慧慧对象，房子还是从慧慧手里买的，也不知怎么样。我这不是喊你们一起去看的吗？行，那我们去看看。感觉我爸一夜之间胖了，满面红光。我已经答应了。已经答应了，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？我们不是还没同意吗？你看他是会听我们意见的主吧？锦荣，给彩礼我们不反对，但举行婚礼，政商两界都要通知。你爸的同僚们要是问起亲家是做什么的，你让我们怎么说？锦荣，随他去。随他去。这要是把婚礼提上日程，这宋家以后还怎么……你大姑还没到呢，要不等等他们？爸，你以为大姑会来吗？哼，她不来是不好意思来。当初找她给慧慧介绍工作，她把慧慧贬得一无是处，说的我跟你爸头都不敢抬。爸，大姑电话。喂，大姐，什么事儿？你听说了吗？老大说慧慧的对象送了套房子给他们家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大还说让我去看看房子，帮他们参谋参谋。好啊，那就去看看。我还就不信了，要让我知道于慧慧做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，我可不给老大家留脸。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天我打电话问过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老大一家为什么不说？我们一家都去。大伯一家莫不是想房子想疯了吧？这哪是想房子想疯了，我看8成是想儿子想疯了。哼，想儿子，老大这辈子都别想有儿子指望。这么大的房子，装修得花多少钱？房子都有了，你还怕装不起啊？我带爸妈来看房了。我让司机过去。不用，我们可以打车。现在有200万了，我还怕什么？财迷。我就是财迷，不是财迷我找你啊。你是因为钱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因为你帅吗？我是钱和人都想要，不过人比钱更让我贪。慧慧，你大姑他们到了。大舅一家好意思让我们来看房子，这是打算豁出去了吗？我敢打赌，于慧慧肯定是被人包养了，送套房子也正常。只是大伯大伯母怎么能接受呢？哟，都来了。是啊，不是你们让我们来看房子的吗？既然都来了，那就进来看看吧。这比我们那90平贷了1半款的3室好太多了。慧慧这是给谁打电话呢？看到我们来，连脸都不理，什么电话这么重要？是啊，慧慧这是快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她有事要忙。慧慧男朋友是做什么的？具体我也没问，应该是开公司的吧。还开公司的？大伯，现在骗子多，堂姐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？爸妈，这里看完了吗？我们去另一处。司机已经到楼下了，他带我们去看另一处房子。这里是毛坯房，又没什么好看的。还有一处房子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说司方会带我们过去，那就去吧。这是送了你们几套房子啊？不知道啊，先去看看再说。本来说是1套的，现在看来是2套啊。于小姐，
宋总让我带你们去看另一处房子，他说这边装修要好几个月，那边是精装修，随时都可以入住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于小姐客气了，宋总还在酒店订了包厢，到时请叔叔爷麻过去用餐。宋总，看来真是个老板。于慧慧这丫头不会真找了有钱人吧？她一直被我压着，怎么可能比我强？大姐，你们还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去呀，怎么不去？大姑，一起去吧。好，去。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。这怎么还开到别墅区了？慧慧，你看你大姑是不是被拦下来了？还真是。一起的，放进来吧。你没搞错吧？这里可是别墅啊！电话里宋锦荣只是说换一处精装修的房子看，没想到居然是别墅。没搞错，是这里。不会是送了套别墅吧？我看像，看来大舅一家是要发财了。爸妈，大姐到了，下去吧，早知就不来了。还不是你，说什么去看看到底送了什么样的房子？爸，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赶紧下去吧。文涛家有别墅吧？你也让他过户给我们。我爸已经不正常了，人家为什么要过户给你啊？不就是一栋别墅吗？文涛家开瓷砖厂，家境又差吗？小舅，你怎么不下车呀？到了。小舅，你慢点儿。看来是我低估了于慧慧的运气。哦，以前都是白活了。这地板是用什么擦的？怎么这么亮？我妈真掉价。我以前那么偏帮老二一家，把慧慧贬得一无是处，还拒绝给她找工作。现在面对老大一家，我都不知怎么自圆其说了。这就是被人碾压的滋味吗？原来老大以前是这种感受。我曾一拳打到于慧慧头上，为了争宅基地还把老大暴打过一顿，还骂他是绝户。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他，就因为我有儿子，他家是3个丫头。但现在感觉要变天了。这里真漂亮啊，甜心，走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我哪有心思接电话呀？没来之前我还抱有幻想，觉得于慧慧顶多达到我的起点，现在幻想全破灭了。就算文涛家住的也只是稍大大的4居室，和这里简直没法比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的生活，真没想到有人能富贵到这种地步。我带爸妈来看房了，这里是别墅，你不会要把这栋别墅送给我们家吧？你们家以后可以住在那里。什么意思啊？慧慧，是小宋吗？是不是催我们去吃饭了？对了，等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会过来吗？我看时间。现在到饭点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老二，你2口子也一起来吧。以前我都是卑微的说你小叔小婶，可现在还你2口子，我怎么说也是长辈，长辈教训晚辈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我忍了你以前无数次的隐忍。既然都到饭点了，那就一起去吧，走走。上了21了，各位请坐，菜马上就到。已经点好了吗？是的。吃吧，都别客气。大家都吃吧。慧慧啊，你男朋友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正好今天我们都在。慧慧，叫你男朋友过来，也让我们认识一下。他应该没空，是真没空，还是见不得人啊？也不过如此。我以为你没时间，也就没给你打电话。这可是我的金主啊，又是房子又是别墅的，我不得表现得殷勤点吗？忙完就过来了。锦荣，我们真就不可能了吗？是的，我结婚了。阿姨跟我说了，说你是要对那女孩负责才领了证，可我不在意这些。我是独立自主的女性，我能接受别人生的孩子。锦荣，我已经做到这种让步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我真不计较你跟于小姐之间的短暂牵扯，大不了多给她点钱就好了，毕竟她也做出了牺牲。
诗宁，我已经在筹备婚礼了。锦柔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于慧慧她是谁啊？只不过是郊区一个连好大学都没考上的女孩，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跟我匹配？我就想问你，你喜欢她什么？我喜欢她的身体。先放这儿吧，我等会儿要出去一趟。好的，宋总。你自便。锦柔，锦柔。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怎么样，比你那位帅多了吧？你到底是哪一伙的？见风使舵。这人一看比我女婿强上很多倍。来来来，小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慧慧的大姑。大姑。这是慧慧的二叔和二婶，那边是表嫂和堂妹。二叔二婶。哎呀，你好你好。小叔，你也有今天，甜心估计都没脸看他爸的表现了。叔叔阿姨、大姑、二叔二婶，我先敬各位一杯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不知怎么称呼，听说你姓宋。大姑，她叫宋锦荣，今年29岁，大了我6岁。大姑，您知道吗？这才嫁几岁？大帅哥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做生意的。做什么生意这么有钱？宋总，下午的会议要不要取消？时间快到了。那别耽误你时间，我们这边没关系，你去工作吧。没关系的，叔叔。下午的会议暂时取消。好的，宋总。宋总，是比利时那边的电话，您看要不要我去安排？这事我来处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失陪了，有点工作要处理。你有事就去忙你的，这边有我们呢。好，知道了，宋总。这助理的工作我也能胜任啊，不就是狗腿的说知道了，宋总吗？我出国几天，有事等我回来。慧慧，你在哪儿找的这么帅又有钱的男朋友？你什么时候走？先回公司处理点事，明天一早走。那我去送你啊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喜欢他了呢？不用，我走得早。那不是还有一晚上的时间吗？今晚不行，要加班，回去吃饭吧。那栋房子现在要不要装修啊？我有个朋友是搞装修的，我介绍给你们，说不定还能便宜点。表嫂，你看大伯现在是缺钱的人吗？人家怎么会想省那点钱呢？是吧，大伯？怎么都不吃啊？大姑、表嫂，我们走。现在不走，难道还等着被羞辱吗？再吃点吧，那么多菜我们也吃不完。算了算了，不吃了。这是吃不下去了吧？你还记得小婶儿要吃糖的对吗？我没忘，回头我让人送你家去。心里可舒畅。以前怕撕破脸、委曲求全，现在反过来了，不怕。于慧慧，你过分了！不就是找了个有钱人吗？你得意什么？你不一样吗？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要不我们也走吧。小舅，这里的菜真不是你有钱就能吃到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怀孕了。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想生儿子不成？你们这是打算要3胎？要什么3胎？不要，已经打算去医院了。大舅妈，你们现在有钱了，想生也生得起。面子全没了。于慧慧找了有钱人，老大居然还想生儿子。都怪你，今天不来这趟不就没事了？打脸了吧？我怎么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？打电话给你大姑，让她下来，留在那里不走，等着人家给她发钱啊。爸，文涛爸妈说婚礼还有点细节要商量，想请你们过去，都订好酒店了，你们现在去不去？去，当然去。既然是商量婚礼的事儿，那叫上你大姑，到时我们有不好说的话，你大姑也能帮忙说说。行，那我让他把地址发来。大姑，您还是赶紧下去吧，得罪小叔就不好了。您不是怕他吗？给你钱了是怎么着？给什么钱？你不就是看着老大家要发财了吗？小舅这是吃醋了。我还不是想让你兄弟俩和好吗？一个娘生的，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再说
你不是一直压着他们家吗？我现在照样能压他一头，还想生儿子，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，说出来不怕丢人。是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能怀孕呢？丢人现眼，看来这是要跟闺女一起生了。哼，不是我说，老大他注定就是个绝户。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怕什么？我偏要说，我于成人怕过谁？刚才没吃好，走，正好甜心婆家邀请我们吃饭，顺便商量婚礼的事儿，一起过去再吃点。你们两家商量婚事，我就不去了。怎么，怕人家管不起老大家那样的饭啊？会员制就了不起了，人家文涛家也在酒店请我们。请问几位有预定吗？我交了包厢。好的，请稍等，我来帮您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没有预定信息，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没错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客人说在这边订了包厢，刚才查了一下，没有预定信息。你们是怎么工作的？是不是机器坏了？怎么查不到呢？不好意思，几位，您说的包厢号不会是对面那家小酒楼吧？要不几位还是去别处问问，我们这里真没有预定信息。信息后面还2个字，对面。不好意思，原来是找错地方了。你们进去吧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刚才吃饱了。你不是说在酒店吗？是啊，你们到了吗？到了。到了就上来吧，就在那家酒店对面，很好找的，我爸妈已经到了。跟于慧慧的男朋友一比，我怎么感觉自己找的就是一坨屎呢？爸，确实是这里。那就上去吧。哦，原来是搞错了啊！上去吧，别让人等久了。王总、李总，好久不见。李总，您这件旗袍真好看，太衬您气质了。李总您好，我是张敏，久仰大名。亲家，你们来点。不，还是您来点。我爸真掉价，平节之间用得着说您吗？那好，我们来点。我们吃点清淡的，不能吃太油了，太油腻的对身体不好。你血糖高，医生说了让你忌口，这个酒也不能喝。甜心，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吃饱就睡。你看，这都胖了，也不知道婚纱还能不能穿上。我真不该跟来，留在5星级酒店吃大餐多好。来，大家别客气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以后啊，大家都少吃油腻的东西，这样对身体好。亲家，你们说是吧？就算是请人吃饭，也不至于这么寒酸吧？想起我给于慧慧介绍老男人的事儿，当时多有优越感啊！现在呢，难过、悲愤，可我又不敢发脾气，万一他们生气，婚都结不成。甜心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婚礼能不能不举行了？你这不是还怀着孕吗？阿姨是怕你累着，我看领个证就算了，你说好不好？怎么不能举行婚礼了？这肚子又看不出来，哪就累着了？再说我们那边的亲戚都通知过了。通知了也没关系啊，到时就说甜心怀孕了，怕她累着，不方便办婚礼。不办婚礼说不过去，你们家也是很体面的人家，儿子结婚不办婚礼，这说得过去吗？怎么说不过去？我们这也是为甜心考虑。都听我妈的。什么人啊，典型的妈宝男。亲家，不办婚礼这事儿我们已经决定了，今天来就是给你们说这件事的，主要是考虑到甜心不方便，你们是甜心的父母，想必比我们更为女儿着想，对吧？甜心，你自己说你想怎么办？不是说酒席都订好了还能退吗？怎么不能退？不就是损失点定金吗？文涛，你说句话呀，你也不想办婚礼吗？文涛，干什么啊？不是说了吗？都听我妈的。文涛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就知道打游戏打游戏，那你跟你的游戏过好了。哎，甜心，没见过你们这么当父母的。哎，我们当父母的怎么了？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吗？亲家，我们这也是为甜心好，这怎么还气上了？亲家，今天这事儿就先这样吧，我去看看，别回头甜心想不开。哎，亲家，这一家都是什么人啊？话都不让人说完。妈，你看你点的那些菜怎么了？不就素点吗？你爸这高那高的，什么都不能吃。再说点多了吃不掉还浪费。涛涛，那件事你跟甜心说了吗？说了。甜心怎么说？当然是不同意了。不同意也不行啊！
你没给他说，这钱就算是问他借的，大不了给他写张借条，等以后厂里生意好起来了再还给他。我们打拼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能舒舒服服的过日子，这个甜心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？要是等厂子倒闭了，将来你们可就只能靠那点工资生活了。厂子一天不如一天，眼看就要关门大秦了，爸妈打起了那30万彩礼的主意，让我去要。我这个富二代的人设不能倒，怎么好意思开口？也不知是怎么想的，宁愿损失定金也不给儿子办婚礼，这能花多少钱？这一家人还真是。小舅妈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小舅怎么没出来？不是谈婚礼细节吗？怎么看着个个都不高兴的样子？别提了，早知就不来了。前几天文涛问我结婚时会不会把30万彩礼带回来，还让我先把那30万拿出来给他们家用。幸好跑出来了，要不然等会儿还不知道会不会提到彩礼钱。其实文涛家只给了30万彩礼，我爸为了显摆才说是50万。这是遭到报应了。还记得于慧慧被我们一家拉住时喊：“你们一家打我一个，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”为此我还用力打了他一巴掌。孙锦荣，我去你公司上班好不好？我不想找其他工作了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公司？知道啊，就算之前不知道，难道我不会查吗？你是医科的老板对不对？我还查出你爷爷很厉害。我爷爷在国外养病。那我可以去你公司上班吗？不公开身份，当一名小职员就行。恐怕不行。跟我结婚，你根本不用上班，这是我们家不成文的规定，你最好不要打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我是说，怎么还有这种规定？那要是非想上班怎么办？也不是不可以，看你自己的意愿。不上班，那没钱花怎么办？你上班就有钱花了，以后我每月会固定给你2万的零花钱，你要是嫌少就去上班。不少，那以后还会涨吗？还是固定的？你以为是工资啊？看你表现吧。1点多了啊，这么晚了吗？那你赶紧休息吧，我要回去了。还回什么？家就在眼前。我不想去你家，怕你爸妈会说，要不我陪你在车里坐到天亮。坐到天亮，你受得了？什么呀？我不是说那个坐，我是说……不客气的，大了一圈，那你让他去医院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这不是想让你劝劝他吗？死活不肯去医院。小舅也太小气了，受了那么点气就病了。哼，他就是窝里横。昨天面对甜心的公婆，他脾气呢？我还以为他会掀桌子呢。哼，也就欺负你大舅有本事。你说的就跟你没欺负过大舅似的。我看局势，你大舅一家这是要崛起了。可不是嘛，真没想到慧慧能找到这么厉害的人物。之前我们家跟大舅家是不是也有误会啊？要不要请大舅一家过来吃个饭，顺便再解释一下？这些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掺和了。对啊，要不然你们就等着于慧慧的报复吧。小舅还说要一巴掌打死人家，甜心还说敢保证于慧慧一定是被人包养了，现在都打脸了吧？报复什么？我是他亲姑，他还能怎么着我？你是亲姑就让甜心给人家介绍2婚老男人啊？那我怎么知道会是今天这种局面？这些年于红运一直被你们压着，你呢帮着老二。就说找工作这件事吧，你帮了甜心，没帮慧慧。那当初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？妈，听说大舅家一飞冲天了，什么情况？你确定是大舅，不是小舅？风水轮流转，当初我贬低于慧慧一家，现在却连巴结都不知道从何下手，真是懊悔至极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倒霉的普通女孩，连一份喜欢的工作都没有，爸妈也一直被亲戚看不起。因为一次醉酒，我拿着那张烫金名片，做出了人生中最冲动的一个决定。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交易，我也只是想搞点钱改变家里的命运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不仅是一场翻身仗，我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帅到心尖上的老公。先婚后爱，就他吧。